我是萬萬沒有想到，原來把黃芪和茯苓搭配在一起，作用居然這麼厲害，解決了很多人的大煩惱。老一輩留下來的土方法，既省錢又實用。那麼趕緊跟着視頻來看一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鵬鵬。黃芪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吧？它是一種藥食同源的食材，又被稱之為補氣之王。它當中含有多糖類、黃酮類、皂苷類、氨基酸以及多種微量元素等等。因此，黃芪在生活中很受人們的喜愛。同時，茯苓也是一種藥食同源的食材，當中含有三萜類化合物、多糖類、蛋白質、膽鹼、卵磷脂以及多種微量元素等等。然而，今天咱們要把黃芪和茯苓這兩種食材搭配在一起來使用。那麼別走開，我們繼續往下看。首先準備10克左右的茯苓放入碗中，然後加入水，把茯苓泡上10分鐘左右。眾所周知，茯苓它特別的堅硬，泡一段時間可以讓它相對比較軟。接下來再準備9到12克左右的黃芪放入碗中。這是一個正常人一天的量，然後繼續加入水來清洗黃芪。當然了，洗黃芪雖然簡單，只需洗去表面的灰塵即可，但也有一定的講究。因為洗黃芪時間不宜過久，而且水溫不宜過高，不然的話可能導致黃芪當中的營養成分流失掉一部分。因此一定要用對方法來清洗哦。黃芪洗乾淨以後撈出來備用。接下來再準備一把山楂乾，不要太多，否則會偏酸。用之前山楂乾也要洗一洗哦，並且洗山楂乾這裡需要加入一點麵粉，因為山楂乾表面凹凸不平，容易藏納灰塵。如果直接用清水是非常難以清洗乾淨的，而麵粉它的吸附作用是非常的強，所以通過這種方法就能把山楂乾洗得乾乾淨淨了。其實山楂乾也是一種藥食同源的食材，口感酸酸甜甜，深受很多人的喜歡。尤其是咱們平常吃的冰糖葫蘆串，它的主要成分就是山楂乾。洗好第一次過後，再用水沖一沖，這樣山楂乾就清洗得乾乾淨淨了。不知道平時你用山楂乾的時候有沒有用這種方法來清洗呢？洗好之後備用。現在咱們的茯苓也已經泡得差不多了，我們現在可以拿出1克來敲一敲，捏一下會感覺已經變得相對比較軟。最後再把茯苓撈出來，最後再用水沖一沖就可以了。這樣一把茯苓就洗得乾乾淨淨了。接下來把洗乾淨的茯苓放在菜板上，然後咱們用刀把茯苓從中間給它切開，切成小塊，這樣有利於茯苓當中的營養成分釋放的更加的充分。每一顆茯苓它都是不規則狀態，有大有小，因此小的給它切成2半，大的給它切成3到4瓣就可以了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已經看到這裡了，制作視頻不易，請用你發財的手給我點個讚吧。你的每一個點讚都是對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勵，謝謝。直到將所有的茯苓都切好為止。接下來先把茯苓放入鍋中，然後把黃芪也帶入鍋中，最後加入450到500毫升左右的水，
蓋上鍋蓋，然後開大火，先把黃芪和茯苓煮一煮，將鍋裡煮開。煮開以後再轉小火煮8分鐘左右，時間到了之後揭開鍋。現在用勺子盛出來看一看，無論是湯汁的顏色，還是茯苓或者是黃芪，都已經被煮得發軟，這說明它們當中的成分基本上已經煮至水中。現在立馬把山楂乾倒入鍋中，接下來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撒上一些枸杞，最後咱們再次蓋上鍋蓋，用小火把山楂和枸杞煮5分鐘左右，時間到了之後關火開鍋，一瞬間你會聞到一股非常濃郁的香味兒，別說，聞起來真的不錯。看一看裡面的水，顏色也已經變得相對比較濃郁，這說明所有的食材當中的營養成分已經徹底煮至鍋中。不知道你平時有沒有用黃芪搭配茯苓來這樣煮水喝呢？最後只需要把煮好的水給它盛出，裝上滿滿的一碗。別說，這一鍋也足夠3到4個人喝了，尤其是現在秋冬季節，喝起來暖烘烘的，趁熱喝口感也會更好哦。當然了，像這樣煮出來的水，它口感微微有一點偏酸，因為咱們裡面加了山楂。當然，如果你覺得口感不適應，那麼在煮的過程中可以放入一些冰糖來中和口感，這根據自己需求而定。平時喜歡用茯苓煮水或者用黃芪泡水喝的朋友們，趕緊把這個視頻收藏起來，試一試這種做法吧。不要小看它做法簡單，可是作用卻一點都不簡單哦。這可是老一輩人留下來的傳統土方法，堅持喝一段時間過後，會給你帶來大大的驚喜和發現哦。你知道黃芪和茯苓搭配在一起煮水的作用嗎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分享出來。尤其是現在的年輕朋友，你一定要試一試這個方法哦。希望這個視頻能夠幫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我們就分享到這裡了，點關注不迷路，我是鵬鵬，我們下個視頻不見不散哦，拜拜。